快进来，马上开始了。今天咱这发布什么东西啊？具体的内容啊，现在不能透露。不过可以透露的是，产品的二次元浓度非常高。哎呦，哥们就喜欢二次元。很多水友应该都知道，当代科幻小说界的教父级人物艾萨克·阿西莫夫，他的基地系列可以说是科幻小说界的圣经啊。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，就是他在我机器人的引言里提到的经典定律。在 CSGO 游戏里边，黑白橙三色加上来回穿插几何线条的阿西莫夫枪械涂装，就是向艾萨克·阿西莫夫致敬的作品啊。反正这个系列的枪械在游戏里应该是卖的挺贵的，而且确实很漂亮。那这次捷鹰的 AWM 重置的软弹抛壳版就借鉴了游戏里阿西莫夫 AWP 的涂装设计啊，从屏幕里的虚拟道具到拿在手上可以把玩的模型，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。捷鹰的大狙发售已经有1年多了，之前一直有消息说要跟 MSR 一起重做抛壳版本，可能也是赶上去年底的核爆了，拖到现在才上市。包装里是拆开的折叠枪托、机匣、枪管。5发黑色的尼龙弹壳，10发海绵吸盘弹。机匣结构显然是跟非抛壳版有很大区别，可以看到机匣底下带了一坨弹匣井一样的壳，这个一会儿再展开讲。枪管和机匣用2颗螺丝锁紧，机匣直接插到底座上，用1颗大螺丝固定住。基本款是没有脚架的，只给了个装饰用的塑料瞄具。那咱们完弹社怎么能让大狙裸奔呢？祖传2件套还是得安排上。捷鹰这支新版 AWM 的底座用的仍然是初代的老模具，保留了从精准国际原厂2片壳升级到一体式枪身的经典传统，但是包括机匣和枪管的整个发射部分全部重做了。增加了很多初代没有的细节，前面的制退器没了，115厘米的全长相比初代稍微短了一点。裸枪2290克，全副武装以后接近3.3公斤。捷鹰在用料这块还是很让人放心的，底座和机匣都相当扎实，相比初代并没有掺水。新版外观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阿西莫夫风格的涂装了，这层涂装是 UV 印刷机打印在尼龙表面的，附着力很强，基本上不用担心掉漆的问题。可能是成本上的考虑啊，涂装只覆盖了枪身两侧的平面，底部和机匣这种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没有办法照顾到了。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像贴纸的效果，能看得出这个涂装还是精心设计过的。在黑色本体上贴合枪身的橙白几何色块覆盖了大半个枪身，虽然没有完全还原游戏里边的白色枪管和精致的纹理，这个涂装设计还是蛮有阿西莫夫的神韵啊，姑且算是这个系列的魔改吧。升级的抛壳版机匣左右两侧都增加了凹刻的铭文，可以看到左侧印着非常清晰的.338口径和 L115A3 的型号标识，下面还有精准国际的公司名称。我这支样品的抛壳窗上面有轻微的变形啊，大货应该是没有这种问题的。顶上导轨跟出版一样是螺丝固定，可以自己替换成高配的金属版本。释放枪栓的锁扣就在品牌 logo 后面，这个锁扣按着稍微有点费劲啊。可以看到枪栓内部还是经典的抛壳系统结构，1.1弹簧、钢制抓壳钩和抛壳艇，跟自家 MSR 一样的配置。金属的拉栓球头改成了黑色亮光漆面，比初代的银色看起来舒服一点。枪栓还原的另一个细节就是栓尾保险和带击发指示器，这个保险是有功能的，关上以后就可以直接锁住枪栓。带击发指示器不可动，就是纯粹的装饰。栓尾这一块是尼龙材质，不过怎么说呢，其实光是保险和指示器的细节就足够好评了。枪栓部分没有照搬自家的 MSR 玩具，金属拉柄转动的时候气筒是不会跟着旋转的。拉栓很顺滑，不过拉出来以后稍微有点宽亮。5发容量的单排单进弹匣也是捷鹰这次升级的一个亮点，初代那个肥胖版的弹匣身材终于苗条下来了。
弹壳跟 MSR 一样是点338尺寸，完全相同的直筒造型，不过韧性强了不少，可能之前一批弹壳开裂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，这次改进材料以后应该可以解决了。内径也是通用 MSR 玩具的11毫米，原厂给的11毫米海绵吸盘弹，长度比之前短了，大概能增加一点射程吧。为了适配弹匣瘦身以后的尺寸，弹匣颈里做了相应的嵌套，这个也就是机匣下面那一大坨多余的外壳。折叠后托的金属转轴还是比较结实的，但底座还是老模具嘛，所以奇怪的方形托垫这个 bug 也保留下来了。枪托折起来以后，用底座上的一个金属扣卡住，这个金属扣的形状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托腮板调节旋钮要用扳手拧开 ，L115A3 标配的手拧大螺丝还是没有的。底下的金属支撑依然是没有上漆的铝合金本色，亮闪闪的，有点骚。前节安装脚架的底座还是做成了一坨带导轨的尼龙块，靠摩擦力直接插进去的，也没有设计快拆的释放结构，这个细节确实不如北斗那么还原。底下的导轨跟机匣顶轨一样，有官方金件可以替换。软弹抛壳板枪管的外观换成了 L118A1 上用的那种，既没有装支推器，也没有枪管纵向凹槽的型号，就是一根光秃秃的尼龙管子。做工还行，没有发现有下垂，但是用料感觉没有初代那么厚实了。这个地方有点缩水的嫌疑，而且里面也是没有内管的。改版以后的 AWM 弹匣还原度就非常高了，单排单供一共5发弹容量。单排单供的弹匣这样直接压是压不进去的，必须要从前面往里面推一半，这样塞进去。抛的还挺远的，感觉这个抛壳的力度要比 MSR 大一点。这个弹壳跟 MSR 的壳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原厂给的弹要短一点。可能厂家测试过以后发现标准长度的弹打起来实在太尿了，所以用这种截短一点的弹。看看这个性能到底怎么样。性能方面跟 MSR 没什么提升啊，还是22到24左右的初速。但是我觉得用短弹的话，弹道性能应该会更好一点吧。这个弹道下坠确实是有肉眼可见的改善啊，弹道更加平直了，而且散布也更集中了一点。但我觉得主要改善的来源还是海绵弹的弹体更短更轻了，所以弹道会有提升。但其实它的基础性能没什么变化，跟 MSR 几乎是一样的，毕竟气量在这放着嘛。拆解的时候有个地方需要注意啊，抛壳板的机匣屁股上增加了一个锁扣结构，要把枪栓取出来才能看到。抵入这个隐藏的小开关，才能释放锁扣，拆掉机匣。整个底座除了涂装以外，跟初代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这套抛壳机构完全可以移植到非抛壳板的底座上，接口什么的都没有变化，直接插就行了。捷鹰这支发热器相比初代的 AWM， 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2.0版本了。除了更新抛壳结构，机匣上的刻字，更高还原度的尾栓对鹰架 AWM 都是一次全新的升级。之前几次就摔裂了弹壳，现在也改进了材料啊，应该说诚意还是很足的。
当然，祖传底座上的小 bug， 只能说重新开模确实挺贵的，这个模具不能扔也能理解。然后软蛋版本的这次价格相当有竞争力啊！要我说，398块钱就能把阿西莫夫抱在手上，这可比虚拟道具值钱多了吧？简单讲一讲这次 AWM 出的水弹的抛壳板。这个包装还是以前的那种，应该只有软弹用的是瓦楞纸，水弹版的还是以前的礼盒，里面还是有那个宣传画的。我这个水弹版是军绿色的，里面东西跟软弹版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弹壳因为打的是水弹嘛，所以它不需要做直筒的造型。这个弹壳也是有缩喉的，跟 MSR 那个一模一样，送的塑料瞄具。枪管这个，这里边有一根内管，铝合金的，这是开孔，做了一个泄气孔。这个管子上面是有槽的，软弹那个没槽，这个是有槽的，而且可以装支推器。这个枪身的底座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，跟原来是一样的。捷鹰这个底座做的还是非常舒服的，整个线条都非常直。弹匣也是跟软弹版一样，单排单径5发容量。这个是机匣，机匣这个跟软弹版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它的尾栓是金属的，这个是铸造。这个保险非常舒服啊，锁上以后，这个是彻底就打不开了，锁得很紧。软弹那个版本是尼龙的，然后这里的弹膛应该也是跟软弹版有区别，跟 MSR 那个一样啊，就是它是适配这种带缩喉造型的弹膛的。抛壳也挺顺利的，而且感觉这个抛壳的力度确实要比 MSR 大一点，因为它水弹版是有内管的嘛，先把内管装上。这里还是2颗螺丝，水弹版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主要的差别就是栓尾这个地方是金属，然后枪管这里有开槽，可以装支推器。其他没什么区别啊，弹壳不一样，其他就没什么区别了。水弹版要贵100块钱吧，